大家好，如果申万，我先来问您一个问题，不知道您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就是，您有没有想过，无论您看电视还是看电影，为什么有时候特别容易被感动？被圈粉呢？欢迎您在评论区中写下您的第一反应。如果您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的话，或许许半下就能给您最新鲜、最香辣的答案了。甚至，申万我还感觉有匪当中的赵丽颖、王一博，其实也早早就给了一半的答案，只是另外一半的答案让人撒了一地的唏嘘罢了。而且赵丽颖还为此亲口抱怨过。2022年算是白马一样匆匆过去了。一些赵丽颖、王一博身上的经验教训和提炼总结，总能让人们明白更多来年的希望和务实的期冀，就跟有匪一样。申万我欢迎您对总结性的8句话一同深思，一同探讨，因为大家都不是机器人。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对王一博今年的遭遇说了很多，因为他的努力无法抹煞，甚至充满了通篇的热闹。但凡熟悉本频道的人都能一块体会到各种的高山低谷和快乐重燃，纷纷扰扰。到了年底，王一博无论如何还是长吁了一口气，因为流量而言，王一博微博粉丝4001万，抖音粉丝1622万，仅此已坐拥近6000万粉丝。另外，他有30多个代言，在娱乐圈里吊打一大批实力艺人。作为一个25岁的艺人，王一博当下的市场表现和商务价值，的确是超过许多人预期。当然了，王一博身后买的真爱粉，也造成了王一博一定程度上的精神困扰。申万我也聊过很多了，从年初到年尾，对比王一博风头甚劲的长空之王意外撤档，赵丽颖的野蛮生长匆忙上线，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发生在云匪之间的亡羊补牢最强既视感。这种既视感让赵丽颖毫无疑问的意外成为了全年度最大的赢家，因为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2022年新浪娱乐年度盘点，新浪电视浪斯卡评选结果出炉，2022电视剧10大之最当中，赵丽颖信手就2个，算是让所有85花集体羡慕嫉妒了。其中1最品质，风吹半夏，天下长河；其中2最写实，幸福到万家。跟着来自新浪大文娱的最新消息，阿乐星愿跨年云盛典名单第1轮结果公布，前48名当中，赵丽颖、王一博再次被众望所归了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这说明了这2位分别专注电视和电影的王炸顶流，一直都没有被流量忘记。有一种惦念就叫做云盛典。那么您还记得今年申万我已经总结了多少次奇妙的心愿了呢？有时候萤火虫的光也能让心愿成真。从这些盘点当中，申万我也看到了风吹半夏大获成功的背后，以及有匪心愿遗落的遗憾。曾有主持问赵丽颖，你身家过亿，怎么不给父母在城市买套豪宅呢？赵丽颖说，我是农村人，我爸妈要的不是这个。赵丽颖对主持说，也许你不是农村出身，并不了解农村人的想法，对于在农村待了一辈子的老人而言，住大城市是种折磨。我父母离不开菜园子，更离不开破旧的小院子，那里盛满了他们简简单单的幸福。申万我之前开篇过，成名后的赵丽颖也曾经把爸爸妈妈接到身边生活，可是却发现爸爸妈妈手无足措，一点都不快乐。赵丽颖于是乎也想明白了，在大城市里给爸妈买豪华的房子、车子，但是他们一点都不舒心，不如让他们养鸡、种菜，生活舒心。是的，在演艺圈中，从农村走出去，并且深受观众喜欢的明星不多，赵丽颖就是其中之一。早些年从村里出来的赵丽颖，没学历，没特长，刷过盘子，发过传单，选过秀，跑过龙套，注册过美空网模特，有的时候想要打扮一下，却被人嘲笑打扮的有些土。2006年，赵丽颖参加雅虎搜星选秀，后来通过比赛一举获冯小刚组冠军的，正式进入了演艺圈，开始了她的表演生涯。同年，她作为女主角参演了霍小刚导演的《贵族篇》。从此以后，赵丽颖开始尽情展开身上特具不为人知的强大韧劲。进入娱乐圈后，赵丽颖每天都会跑剧组，一年365天，她大概在剧组待300天以上的时间，被称拼命三娘。
之后凭借新《还珠格格》《陆贞传奇》《杉杉来了》《花千骨》《知否知否》应是绿肥红瘦等一部部优秀作品，从进入观众视野到赢得观众的喜爱。尽管这样，之前赵丽颖去参加综艺或者拍摄一些广告，依旧会被诟病村姑本性、小家子气、没素质、没有教养，有的甚至恶言恶语。贵妇是装不出来的，村姑本性迟早要显现出来。是的，出身可能注定她不是一个能够在任何场合游刃有余、表现松弛的女明星，但好在她的内心非常强大和坚定。赵丽颖说：“我出生在农村，祖辈都是农民，但就是这样的农村生活经历，磨练了我坚强的意志，也造就了我坚韧顽强的个性。正是这些经历成就了今天的我。”于是乎，这样一份被人反复质疑和贬低的原汁原味的土气和地气，反而在魔幻的2022年成就了赵丽颖的2部近乎素颜的时代正剧，并在莫名其妙的时间点大放异彩，最终还笑傲了剧王。其实回溯有匪，赵丽颖的鬼聪明，明晃晃是吸取了教训，补足了漏洞。那么当年到底什么漏洞让赵丽颖心心念念亡羊补牢呢？在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的眼里，娱乐圈没有神话，就算有，也是星2代、官3代的金光大道，甚至资源如景甜的宠儿，依旧不能把美梦变为神话，把神话变为真实。这些硬核申万我都曾探讨过，所以无论赵丽颖还是王一博，注定都是经验和教训当中成长起来的。如今的王一博已经算是初入一线的演员了，而且背后的影视剧资源依旧丰厚，就在日前还爆出了要主演首部古装大男主剧的消息。关于此次消息的来源，是根据一部名为《如梦令》的新剧启动出现的。因为前几日该剧宣发了启动，并且公布的男主人选便是此次谈到的王一博，而且还爆出了李沁加盟女主的消息。至于李沁，申万我可是刚刚聊完了。除此之外，这部《如梦令》在宣布了男女主的人选之后，还顺势爆出了另外2位人气演员的加盟，一位是凭借与军歌大火的宣璐，一位是因为苍兰诀成名的王鹤棣。宣璐和王鹤棣都是近几年娱乐圈中新晋的人气演员，而且颜值、演技、人气俱佳，不仅出演作品无数，经典角色更是数不胜数。有他们2位加入，该剧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了。有趣的是，宣璐和赵丽颖的交集，您还记得吗？申万我今年可是经常提到2个人交集的颜值元表的。至于王鹤棣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一骑绝尘的王一博后面，异军突起的王鹤棣，现在几乎和肖战站在了同一条的起跑线，因为每次凭空而降的辣眼排名和新星榜单，是不是都不会落下这2位新断层和老断层呢？这种镶金边的捆龙锁，有没有让您脑补得到申万我镶金边的铁口呢？目前有关这部《如梦令》的启动已经宣发，作为主演的王一博、李沁以及宣璐、王鹤棣也相继得到了爆料，相信溜粉的操作会更加带感和具体。毕竟王一博的下一部电影又要开始了，或许您没有留意到，电影当中的王一博和电视当中的赵丽颖有什么不同呢？因为电影片花说明不了什么问题，所以赵丽颖已经收官的风吹半夏很能说明问题。最近这些年，国产电视剧的滤镜似乎一直都被大众所诟病，越来越多的古装剧和现代剧在进行拍摄的时候，往往会给演员安上10级美颜，使得整部剧在美颜磨皮中显得人物非常精致。也正因如此，这样的浮夸而又不切实际的人物形象，在潜移默化间也拉远了与观众的距离。当然，在一众电视剧推崇浓厚的滤镜的同时，依旧有一些作品选择反其道而行，反而成就了一部优质作品。由赵丽颖所饰演的风吹半夏就是其中的代表。从这部剧的知名度和讨论度不难看出，它各方面数据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成为一部爆款作品是必有其过人之处。该剧主要讲述的是几个年轻人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抓住了时机，彼此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。虽然展现出的是个人的努力，但无疑不是整个时代的缩影。赵丽颖首次扮演企业家，英勇果敢，关键时刻利落出手，让人在追剧的过程中还会引发更加深层次的思考，这些正是这部剧的魅力所在。尤其是敢于脱离滤镜去演戏，
让观众感受到了无比的真实。35岁赵丽颖这一举动，无形间扯下了多少美颜女、鲜肉男的遮羞布。由于是一部颇感厚重的年代剧，所以在进行拍摄的时候，最大程度上追求一种复古电影感，这也就使得整部剧看起来让人产生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。这种电影感会给演员在无形中赋予一种故事性，让人只远远看一眼就能明白这个人物绝非等闲之辈，高级感油然而生。在剧中35岁的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完成度非常高，通过一些特写镜头可以看到赵丽颖脸上的妆容并不算精致，甚至在一些镜头下能够捕捉到赵丽颖的沧桑感。不同于花千骨时期满脸的胶原蛋白，现在的她脸上也有了岁月的痕迹，不动声色的脸颊凹陷让她看起来更加成熟。为了更加契合角色的增肥，也导致了她面部轮廓不流畅的问题，尤其是当说起话来的时候，本就颧骨突出，一开口脸上的肉感更加增强了，显得整个面部崎岖不平，甚至出现了一些褶皱。如果稍微有一些表情浮动的话，还能清楚的看到她额头上的细纹和嘴边的法令纹，以及那在大笑时候展露无遗的鱼尾纹和颈纹，让人倍感亲切。虽然扮相不是近乎完美，在这部剧里并没有完全展现出她的颜值优势，但是却将赵丽颖的演技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剧中的扮相让大家觉得许半夏和普通女生、普通男生一模一样，也会有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，毛孔也不是非常细腻，肤色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。也正是由于这种真实感，让人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代入感，这样的许半夏反而更加自然迷人，风情万种。这种肌肤的状态和由于岁月所带来的成熟感，在潜移默化间提升了整部剧的质感。不可否认的是，这部剧打破了现在市面上很多电视剧都带有的浓厚滤镜的局面。这样的做法非但没有受到观众的指责，反而因为展现出了一个演员最真实的状态，而让角色更加鲜活。总而言之，《风吹半夏》这部剧之所以能够爆火，绝对不是单纯的数据的堆砌，而是由于演员们所展现出的非凡的演技和塑造的鲜活的人物形象，以及对于制作这部剧时的良苦用心，这些种种都得到了观众发自肺腑的称赞。剧中被放弃的浓厚美颜滤镜或许将成为时代的审美，成为大众的审美，进而让变丑变胖的赵丽颖反而赢得了海量的称颂和共情的夸奖。这些源自真实、发自真心的影评，就像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基本道理一样，把赵丽颖及其演技推上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巅峰。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，只想说，突破不是说说而已，而是一种毁容般的牺牲和拉下脸的尝试。赵丽颖经过有匪之后，明晃晃已经顿悟了这个进阶的演员大道理。当然了，没有申万我这种视角，恐怕很难读懂赵丽颖的苦心和鬼聪明。当然了，有些道理大家都懂，只是做的时候有人就退却了。例如毁容般的牺牲，拉下脸的土气，这玩意说说可以，做起来的话，那些为了艺术而牺牲的精神，就会换作鞠婧祎上身了。问题是，社会主义大家庭，这种牺牲已经是流量和演员的楚河汉界了。申万我这一份全球独家的领悟和心得，您认同不？那么，为什么申万我要专门提到了赵丽颖、王一博同框的有匪，以及他对赵丽颖的技巧开启呢？2015年花千骨热播，赵丽颖一炮巨红。当年的霍建华是出了名的古装男神，又仙又禁欲的白子画很适合他。而赵丽颖饰演女主花千骨，在选角上没有任何瑕疵，她的圆圆脸看着就讨喜，妆造也很符合人设，将一个在长留山上学艺的小徒弟演得活灵活现。放到今天看，虽然花千骨的五毛特效仍然是个扣分项，但是瑕不掩瑜，编剧、演员演技、服化道都在线，原著党们还是比较满意的，所以它成了爆款剧。5年后，有匪播出，仍然是赵丽颖饰演女主，搭档王一博，两大顶流联合，可以说是万众期待。然而这部剧的口碑却被打了折扣。相关的硬核，申万我也是聊过359个不同的视角了。当然了，今天对比幸福和半夏、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，注定能够领悟出更多的不同。这部剧的选角其实是没有大问题的。虽然有人吐槽赵丽颖年龄偏大，
形象也不符合人设。但是赵丽颖的圆脸长相本就不太显年龄，而且人家有演技啊，不说多合适，但起码不会有太大影响。男主王一博演技当然还有进步空间，在《陈情令》里，他成功演绎了一个雅正清冷的蓝忘机，而他在《有匪》里为我们呈现的那个跳脱的话痨谢允，却也生动鲜活。单从角色的适配度而言，他的表现完全合格。这部剧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编剧上。原著党都知道，花千骨小说充满了作者蓬勃的想象力。Fresh 果果的文笔可能算不上顶顶好，但是脑子里稀奇古怪的想法和画面却让人眼前一亮。花千骨是一个好故事，可是有匪却堪称经典，是值得买回家收藏的那种。作者 Priest 是一位大神，他的作品风格恢宏大气，文字凝练而有质感，读起来荡气回肠。有匪大到背景和人物设定，小到遣词造句，都经得起推敲和琢磨。故事好，文字美，这部作品它早已不是一本网文，而是一部文学作品，是值得被收藏在书柜里传承。哪怕过上几十年再看，依然觉得有意义，依然会被感动。然而这部剧改编的实在太离谱了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原著本来就没多少感情线，就算是男女主，感情线都没有大费笔墨去渲染。可编剧硬是给吴楚楚和李晟组上了 CP， 而且后边的 CP 越来越多，连大庄主都有 CP， 这真是编剧的脑洞和连续的暴击。混乱的故事线，无处不在的 CP， 原著的精彩被砍得所剩无几了。一部剧好不好，根源在剧本，明明是一个超级优质的 IP， 却被改编得乱七八糟，就算是赵丽颖和王一博也救不了场。再高的播放量也掩饰不了他改编紊乱的事实。花千骨的编剧是2个人，其中一个就是原著作者 Fresh 果果。有匪呢，则有6个编剧，当然了，后来扩充到了8个编剧，这就是赵丽颖的哀叹所在了。这次的教训是深刻的，也是无奈的，却也让赵丽颖和王一博双双意识到了编剧的重要性和电影的重要性。于是乎，2022年2个人的成绩单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了。尤其是政治敏感度超高的赵丽颖，不但一跃成为了赵副主席，甚至还冒着毁容被骂的危险，进入到了一个彻底飞跃的里程。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，只能说一步对不一定不对，但只要一步对，就能跳出下步错。申万我的这份独家心得，您认同不？老是先知先觉的申万我已经铁口过，当流量时代结束，演技为王的时代回归，谁先看到机会转型好，谁就能继续下去。离过婚的赵丽颖率先转型，没有耽误一步，也没有受到舆论的牵连。当其他85小花都被赵今麦这样的年轻人碾压时，赵丽颖默默努力，谋求更大的成功。一天，她突然对经纪人说，我想拍一部农村题材的电视剧来挑战一下自己。经纪人不敢置信地看着她，哪个女主会演农村剧？赵丽颖话不多说，很快就和幸福一起在幸福到万家中精彩复出，土气成王。赵丽颖通过农村姑娘和幸福，成功摆脱了言情剧女主的刻板印象，以全新的面貌定义了自己。紧接着，风吹半夏中的女强人徐半夏让赵丽颖进一步发展了新的角色。当一个演员出演的作品越来越丰富，角色越来越多，多层次的演技也会越来越受到考验。这种转型和挑战是艰难的，好在赵丽颖成功了。在演艺道路上，她全力以赴，风风雨雨。终于，当其他85后小花都在时代变迁中流失，唯有赵丽颖继续努力，始终如一。魔幻的2022年过去了，诡异的2023年已经来到了。从突然撤档的王一博的长空之王，到赵丽颖诡异改名、仓皇上线、意外成功的野蛮生长，申万我提供的8句话，或者说8个线索，您认同吗？申万我欢迎您一块畅所欲言，一同展望新年。1. 登上金字塔尖的生物只有2种，鹰和蜗牛。为什么鹰可以？因为它天赋好，搏击长空。为什么蜗牛可以？因为它自知普通平凡，却坚持一步一个脚印，永不放弃。2. 心浮气躁，高不成低不就，没有太高能力，又无耐心从底起步，一定会失败。3. 要么有实力，要么一步到位，要么有毅力，要么脚踏实地。4. 不要去拒绝忙碌，因为它是一种充实。不要去抱怨挫折，
因为它是一种坚强。不要去拒绝微笑，因为它是你最大的魅力。5. 世上最深最浅的东西是人的感情，世上最宽最窄的东西是人的胸襟，世上最远最近的东西是人的眼睛。6. 世上最大最小的距离是人的心距，世上最重最轻的东西是人的态度，世上最美最丑的东西是人的心灵。7. 生活如雨，请撑伞原谅，待到雨过天晴，它会还你一片蓝天，赠你一道彩虹。8. 想要变优秀，顺其自然是不可能的，你需要做很多，花很多时间，忍耐并且坚持。